大家好，我是祥瑞。这句话应该是在《最终幻想七》里最常听到男主角克劳德所说的话了。今天的节目内容会用很特别的角度来诠释这款《最终幻想七》，或你可以称《太空战士七》。有些体验以后的年轻人没有办法再有了。至于为什么呢？我放到后面再说。作为一款1997年的游戏，如果你认识它，我想多数都已成家立业了。不认识的也没关系，让我来分享给你它的魅力到底在哪里。首次接触它是在一个电器行，一个在卖电脑萤幕的某坤。那时正在放着 FF7 的剧场版，当时的我就这么的被吸引，站在门口足足了1小时之久。在2005年的当时，这个电影的画面是前所未有的震撼，已经超出当下所有电影的画质10倍。年幼的我就这么呆呆的站在那里欣赏着这一段堪称艺术的武打画面。克劳德·史特莱夫作为一款游戏中的男主角，从一个马赛克而不断的演化到为一个男女都爱的帅气形象。作为声优的樱井孝宏，则是担任了这个无比艰难的任务。克劳德以一个话少、沉默且个性自卑的形象，深受玩家喜爱。你有看过有人骑车挥刀打架，鬓角那么长也不会飞的人吗？这一连串的打斗画面，我只能说，太帅了。这不禁让我感叹了起来，而克劳德背后的那把大刀，则是在 PSP 当中的 FF7 前传扎克斯给予的证明。俺の誇りや夢全部やる。而在以前，克劳德的人设则是一个很自大的小鬼。而随着当时玩家的年纪越大，而克劳德的个性也默许的被修正为一个沉默寡言的成熟人士。现实生活中话少的肯定会被人认为难相处啊。凄腕のボディーガードいるからね。お化けは専門外だ。そんなこと言わないで、なんとかして。分かったから離れてくれ。我只能说人帅真好，长得好看真的很有用啊。当然，这并不是一个让我们玩家深爱这款游戏的理由。在 Final Fantasy VII 当中，这款游戏里的元素是以练等、迷宫、伙伴、友情、爱情以及超出当时游戏水平的玩法而延续至今，在玩家心中成为一个经典。作为一款旧 PC 时代的游戏，如果你真的玩过，我相信你懂平均1天玩8小时的迷宫游戏的乐趣。还记得我前面提到的，有些体验以后的年轻人没有办法再有了。说来讽刺，能够拥有 PS4 主机多数的比例都会是成年人，而在一个手游当道3分钟一局的游戏里，连开来玩都显得腻，甚至在看 YouTube 时多么的喜欢按下快转键，不禁让我想起老一辈的教训：你们年轻人越来越肤浅了，因为我们有太多娱乐了，因为我们有太多选择了，因为这个世界告诉我们，我们没有时间，所以我们合理化了。我们对于每一件事情都只想快速的得到重点。我想知道结果是如何，而这种想法不单单是一个人有，而是整个世界都有。
以后也不会有人能够再体验一个游戏要玩满100个小时的回忆了。玩的时间短了，自然就无法对一个角色产生情感。而 FF7 正因有了23年的历史，即便在这次的 remake 当中，虽然改变了一些旧玩家会不满意的改动，但仍然在玩家心中留下一句话：心情好复杂。而这份复杂不是一种负面的表现，而是真正的让我们感受到了什么是现实。在新版的 remake 当中，为了让新的玩家能够一起享受 Final Fantasy VII 的乐趣，更是硬生生的将爱丽丝的死转化为另一个世界线的复活。而在过去的游戏里或电影里，许多的感动及回忆是建立在爱丽丝的死之上的。而身为一个玩家，我也明白，正是人们所希望的世界。而当玩家们的愿望实现时，那真的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吗？人生也是如此，有过后悔，有过痛苦，有过回忆，那才是我们的人生。而在一个一切都加速的世界下，很多的经验，很多的情感，我们没有办法再度交流了。只因没有办法体验，所以无法站在彼此的立场上互相理解。这是我对新版 FF7 的理解。新版的东西严格来说没有什么不好，但为何它对我们这些老玩家来说，即使它有着更好的美术、更好的画质，也无法取代我们心中的经典呢？我想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并不想否认掉过去在电脑前玩超过100个小时的我们，那个最纯真的我们。正是因为我们付出，而心里不会容下你付出的比我少，而我会喜欢你的这种想法。其实说穿了，我们爱的是那个打游戏付出的我们，而这个游戏只是我们的一个回忆盒。这个盒子里装的正是曾经青春的我们。什么是最终幻想？你怎么想呢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。我是祥瑞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大丈夫ですか？ティファ、はい。無事か？うん。そうか。もしかしてクラウド？お化粧してるその格好。感想はいらない。他に方法がなかった。どうぞ。お待たせ。エアリスなのか？うん。コルネオはこういうのが好きなんだって。なんかあちこち盛られて不愉快。そうか。クラウド？すまない。
ザックス。俺の分まで。あんたの分。そうだ。お前が生きる。お前が俺の生きた証。俺の誇りや夢。全部やる。俺がお前の生きた証。瞳の奥